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捏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的《动漫新配森林家》第16季第17集。四处战火连天，周围断壁残垣，所有士兵枪都对准了一个方向，那里有一个巨大订书机，它的势头锐不可挡，所到之处全部化为废墟。这时，一个震怒的声音惊醒了校长，他忙将桌上战争游戏收入抽屉，再一脸谄媚询问校监有什么事。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今天我当然知道，是你的生日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很显然，校长猜错了，今天并不是校监的生日，而学校自动售货机招标的日子。在学校竞标成功，就是一本万利。于是各方势力纷纷粉墨登场，有宣传口香糖机的船长，有立志当孩子们临时搬运工的老吉尔，最后选定是位女企业家。她带来的临时贩卖机特别拉分，不仅迎合了孩子们很多天真的想法，而且学校还能分到1半的利润。唯一的缺点就是它没有任何营养，构成成分也大多是有害人体的。在绝对的利益面前，孩子们健康也就被割舍了。没过多久，走廊里就被售货机占领了。看着同学们都买来吃，辛小妹也决定试试。没想到仔细看了配料以后，才发现这些精美的文字包装之下，竟然是由一些毒害身体的物质组成。她忙从书包里掏出扩音器，大声喊道：“大家都被骗了！这些自动售货机卖的零食都是多次加工的糖、工业副产品和反式脂肪酸。”不料话音刚落，机器说话了：“不要挑食，能吃就吃。”小胖子觉得还是机器说的有道理。这时，另一个售货机也说话了：“不要人云亦云，做个零食达人。”吴蛋觉得听机器话太好玩了，直接将手里的钱都塞了进去。其他小朋友见状也跟着去了，小新也跟风去买了零食。为此，他还倒卖自己的滑板，就是买价没有掂量自己的能力，最终只给小新做了嫁衣。回到家后，小新晚饭也不吃了，只闷头吃学校买的零食，白白浪费了新妈一下午的辛苦成果。听儿子说他被售卖机喂饱了，新妈都有些怀疑自己了，难道他已经被机器取代了吗？辛巴嘴上安慰着妻子，说不会有任何机器能够取代他，但脑子里已经幻想出机器人妻子了。这不是一段美好的设想，因为机器人直接将辛巴打成了筛子。这下辛巴能坚定地说，谁也不会被机器人取代，只要机器人的缺陷被全部修正。辛妈接过话头，在那天到来之前，我仍然是小新的妈妈，依然看不惯他整天吃垃圾食品。说着，他将零食抢了过来。不料小新的哀求实在太过于可怜，于是辛妈心软，直接将零食还给了他。辛巴也有样学样，辛妈也将啤酒喂给了他。家中也无人管他，小新吃起零食来就越发不加节制。3个星期之后，小新竟变成了个小胖墩，滑板所到之处，裂缝蔓延，人仰马翻。好不容易走完流程回到家，小新感受到心脏剧烈疼痛，就像是被钳子牢牢地夹住了一样。辛巴很是高兴，觉得儿子这是恋爱了。紧接着，小新就晕倒了。到了医院才知道，小新是得了心脏病。按理说，小孩子是不应该得这病的，但小新情况完全是咎由自取。习医生说，肺动脉里的黑点是麦乳金球。辛巴指着一片区域，他的肝看起来倒是很不错，那是一大团的太妃糖。习医生告诉2位家长，等到小新回家后，必须要严格控制饮食，并且坚持锻炼。然而回到家后，小新还是边吃零食边看电视。小妹不知道他怎么还笑得出来，明明才刚刚经历了一次心脏病。小新神情轻松，表示那些杀不死他的，只会让他变得更加强壮。说完，他又开始喘粗气。一次性话讲太多，他有些脱力了，于是又疯狂地往嘴里带零食。动画片放完后，小丑出来了。他说心脏病人人都会得，对于他这样酒不离口、烟不离手人更是如此，所以他让医生给自己装个拉链。随着骨头男的哨声，小丑有节奏拉动身体的拉链，然后拉链卡住了，鲜血飙了一地。小丑刚被救护车接走，新妈就回来了。他又去找习医生聊了一下，他给了一张对心脏有好处的食品单，首先是脱脂奶酪，小新暂时百般抗拒，于是新妈只得央求儿子。过去人们经常问我你怎么样，我会说至少小新身体很健康，可现在你连这个都没了。见妈妈如此，小新决定试一试。他拿出花菜尝了一口之后，满脸都冒出了粉红色的疹子。好吧，花菜过敏是个意外。新妈又做了一个蔬菜拼盘，辛巴上前安慰儿子，好好养病，我们去图书馆了。实际上你们会去哪里？奶昔嘉年华，你看这里就能看到它。活动结束后，辛小妹正抱着奶昔盒经过小新房间时候，她好奇往里面看了一眼，就发现他倒掉了蔬菜拼盘，转而从墙洞里掏出了一包零食，看他沐浴在糖果的海洋里。辛小妹觉得应该将此事告诉父亲，谁知辛巴情况不比小新好哪里去，整个床上全是奶昔。辛小妹有些无奈，还是去找妈妈吧。一天，小新像往常一样放学回家，将零食的包装随意扔到树丛里就走进了家门。不要等待他的是满屋子的人，他们都是来开批斗会
会的。小丑告诉小新，勿以恶小而为之，否则终有一天会变得和自己一样麻木枯槁。只有吸食碾碎月球岩石才能神清气爽。小新却觉得偶像只是在开玩笑，他很感谢大家能够花时间来吃我内裤。说着，小新又跳窗逃跑了。当然没走多远就被抓住了。这些人是辛妈请来专业抓孩子的人，他们要把小新带到一个胖子训练营。小新很生气，我才不胖呢，然后就卡在栅栏之间。最后专业团队将他们一起带走了。小新就这样被迫进了训练营。负责人是一位退休士兵，他非常有活力，还当众表扬了一个道理。辛爸不禁感叹儿子肥胖有救了。负责人表示，小新只需要记住一件事：严厉的幸运。辛妈有些奇怪，这原话应该是严厉的爱吧？负责人这才知道自己被忽悠了。简单交谈之后，辛爸辛妈也该离开了。临走之前，辛爸对儿子说：“你就当自己死了，不要在意肉体上的痛苦。”天还没有大亮，负责人就叫醒学员：“快起来，燃烧你们的卡路里！”将4位学员身上都绑好了绳子。负责人开始讲解规则，他们拉着自己绕着操场跑圈，跑起来的时候鞭子就会抽到身上，那时候就大声说自己是怎么长胖的。大家都依照规则说出了原因。轮到小新了，他却没有照实说，还撒谎说自己骨架大。当然最后挨的鞭子也是最多的。家里，辛妈看账单发愁，他们负担不起小新高昂的治疗费用。辛爸想让老婆在化妆品上省些钱，但实际上他已经拿蜡笔当口红，拿壁炉炭做眼线了。辛妈不愿意放弃小新的训练，这件事关系到他的一生。他劝说辛爸找督头聊聊加薪的事，谁知辛爸说要先将工作要回来。这是辛小妹开口了，她知道有个来钱的法子。接着庭院就钉下了青年旅社招牌，马上那些打着背包青年人就来了。经过了身体上的锻炼，胖子们迎来了精神意志的锻炼。负责人要求他们一边把冰淇淋铲到垃圾桶里，一边对他说自己讨厌他。话毕，大家拿起冰淇淋纷纷照做。而此时正在台下小新将地板钻个洞贴上去，将所有冰淇淋都收入肚中，让他吸得不亦乐乎之时，负责人来到他的身后，面对斥责，小新毫不在意，甚至还想舔干净对方鞋子上的冰淇淋。见他如此痴心不改，负责人决定放大招了。他将小新带回了家，看到屋外全是德国的背包旅行者，小新惊呆了。负责人告诉他，每个家庭都得想办法额外赚钱，才能把像他一样的孩子送到训练营里。小新已经是算幸运的了，这里只是变成了青年旅社。负责人说，他以前还遇到过不得不做干洗的家庭。接着他又和小新来到了一位女孩面前，负责人礼貌地表示自己是来找辛家夫妇的，还说明了小新身份。这一说不要紧，女孩一下就惊呼起来，你就是那个只知道吃甜食败家子，让他们因为高额的治疗费破产了嘛？女孩走后，负责人将小新领到窗前，只见客厅睡满了陌生青年人，自己的妈妈和妹妹正在辛苦的劳动。然后就是小新的父亲，他虽然穿戴整洁，却服务着一群德国人，还被迫围着餐桌又唱又跳。见家人们都为自己变成了这副样子，小新难过极了，他表示自己再也不会吃垃圾食品了。晚上，小新独自来到学校，他将所有的零食售卖机全都毁灭了。不仅如此，还拿出斧头将它们砸得稀烂，投币口砸坏后，里面钱全都吐了出来。又是一天，小新拖了2个麻袋回到了家中，辛妈很惊讶，这孩子怎么回来了？小新说自己已经知道错了，虽然现在依然很胖，但会瘦下来的，因为他从心底戒掉这些垃圾食品。他说捣毁那些机器的时候留了很多的钱，辛巴一下子抱住了这笔横财，就是不知道辛妈会不会同意留下他们。被德国人折磨疯的辛妈，此刻也没有坚持所谓的良心道德了，他只要拿了钱之后，让他们赶紧滚蛋，然后那些欧洲人就被赶去霍霍其他地方了。就在大家享受着一家团圆的时候，负责人走了进来，他来取走落下的腰带。他说不退款的减肥训练还剩下3个星期，所以如果家里还有谁想去参加训练，就跟他回去。然后全家人就将目光投向了辛巴，看样子这份爱就只能给他来承受了。在成长道路上，或许我们都有过不想学习的时候，因为它枯燥乏味，远比不上外面的花花世界。父母们也曾棍棒相加，企图将我们打入正途，但最终让我们发生改变的，也许并不是身体上疼痛，而在某一刻从心底里明白应该好好学习。迷上零食的小新，短短几周长成了胖子。无论是家长的威逼利诱、训练的折磨，甚至生命的威胁，都让他难以割舍。然而一旦心底下定决心，即使不去训练营，他有信心瘦下来。信念力量是无比强大的，拥有它就好像拥有了源源不断的信心，让人知难而进，勇敢无畏。只要有强烈的信念，就没有走不出的人生低谷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